晚上好啊！冥婚大部分人应该都听过，可是如果讲冥婚的时候还要和尸体发生关系的，应该没有听过吧？有个奇怪的家族呢，就有一个奇怪的习俗，女人呐、过了18岁过后，一定要做一个完整的女人才可以离开世间呢，要不然连祖坟都不可以进去啊！这些人他们就是因为人生的不完整，就会变成孤魂野鬼，还会败坏家里的风水的。所以如果女子死了过后还是黄花大闺女，那么家中的老人就会找一个男子来跟她冥婚。所以当那个女子死了后，她的父母就要让她的女儿当一次真正的女人。虽然冥婚是有一点点吓人，可是要和尸体入洞房，更是让人脚都软了。相传睡过尸体的人都知道，人死过后用热水袋捂着是不影响同房的。趁着机会，说不定还可以来多几次。直到那一天，贫穷的阿勇就接到了这个奇怪的电话。电话中的老同学一开口就问阿勇想不想结婚，对方愿意给你50千，你什么都不用准备，不用拍拖，不用用钱，而且对方还是超级大美女。可是要快，马上就要过来，因为撑不了几久了，因为她死了。了解完整件事情过后，阿勇就想了想，感觉一天就可以赚50千也不错啊。这个时候老同学就讲，你只才死没有几久罢了，如果现在赶着过去趁热还可以什么什么，如果放久了那个尸体冰冷了过后，入洞房的难度就会很大了。阿勇一听完这句话过后，马上就拦住了一辆 taxi， 然后就赶过去那个偏僻的甘崩那边。一到那个甘崩的路口，就看到老同学就站在那边。阿勇都还没有开口讲话，老同学就讲：阿勇，你真是来到及时啊！新娘我用热水袋帮你捂着了，现在新娘全身都是温温的，你快点去冥婚过后就洞房。然后阿勇就跟着老同学走过去那间屋子那边。一推开门就看到一对中年的老夫妇站在那边看样子应该是新娘的父母啦。这个时候阿勇就看了看屋子里面，就摆放了那些冥婚用的东西啦，就很像白蜡烛、纸衣、纸钱，还有纸新娘。最可怕的还是他父母还帮他摆了20个座位。为什么这个座位会可怕呢？因为这个座位不是给人坐的，而是纸做的。然后就简单的完成了这个仪式过后，新娘的父母就直接拿出了20千给阿勇还讲完事过后再给你剩下的30千。阿勇一看钱都收了，心里面的最后一点点的担忧都没有了。然后他们就带着阿勇走过去那个婚房那边那么阿勇就问他父母要怎样做咯。这个时候岳母就开口讲，仪式都完成了啦，你赶快进洞房啦，不要让我的女儿等太久啊。可是奇怪的就是岳父岳母竟然没有一点那个悲伤的感觉看起来还有一点松了一口气那样的感觉。这个时候呢，老同学还在 pocket 里面拿出2粒蓝色的药丸他就跟阿勇讲，如果搞不定的话就吃下去，至于这个蓝色的是什么药我就不懂了。这个时候呢，他的岳父还很严厉的拍着阿勇的肩膀，就跟他讲，孩子明天早上我们是要检查的，我不管你怎样弄，我一定要我的女儿带着你的精华进入棺材里面。过后阿勇就转身走过去看一下那个新娘了。新娘果然还是一个超级大美女看下去才20几岁而已，可是已经脸无血色了啦。转头看过去，他们3个就还站在门口那边看着阿勇阿勇就讲，难道你要全程盯着我看呢？给一点点私人空间可以吗？这个时候岳父岳母就对着阿勇点了点头了。过后他们3个就退出了这个婚房，关上门了。关门的时候岳父还讲，最好可以多来几次好让我的女儿安心上路然后阿勇就走过去把这个门锁上了。然后阿勇就走去那个床前面，看了看自己那么漂亮的老婆，忍不住就伸手过去碰了碰。老同学果然没有骗人
尸体包在被窝里面，还捂着热水袋，所以啊，尸体都还没有出现那些冰冷僵化的感觉哦，甚至还是有一点点热热温温的。然后阿勇就掀开被子咯，看了看，女孩就很像艺术品那样的躯体摆放在那边，一动不动的，心跳就有一点点的加速。过后，阿勇就紧张的伸出手，从女孩的手腕开始往上摸。可是啊，就在阿勇摸到女孩手腕的时候，就被吓到跳起来一下，因为啊，这个女孩竟然还有脉搏。阿勇虽然不是医生，可是他从小就跟着他爷爷学中医，这么基本的常识他不可能不懂的。现在阿勇可以180%的确定，这个女孩其实还没有彻底的死，她还保留着微弱的脉搏，微弱到一般人都不会发现的。其实啊，在刚才阿勇进去的时候就感觉到有一点怪怪了。按照老同学所讲的，这个女孩是在3个小时前死的啦。坐的士来又1个小时多，正常来讲，人死了4个小时，就算有热水袋捂着，身体也只是捂着的地方会有一点点热而已。可是啊，这个女孩全身上下每个地方都还有一点点的温度哦，这样就可以说明这个女孩的体内其实还保留着最基本的血液循环。虽然她确实是没有了呼吸，可是她的体温和脉搏都还在。这个时候，阿勇就马上脱掉衣服，然后就趴在女孩的身上，其实就是要把身上的体温传到女孩身上，过后再把被子盖在身上，防止体温流失。这个时候，阿勇就想起了爷爷传授的一个独门手法，就是不断的在女孩的皮肤上面摩擦，因为这样子可以产生更多的热能，加快这个女孩身上的血液循环。边摩擦就边检查，每隔几分钟，阿勇就检查这个女孩的脉搏了。时间1分1秒的过去，女孩却还是没有任何的变化。直到阿勇坚持了1个小时以后，他的努力终于有了效果了。阿勇就把耳朵放在女孩的胸口前，这个时候阿勇就很清晰的听到那个女孩微弱的心跳。然后又过了10几分钟，躺在床上面的女孩的眉毛就突然的跳动了几下，然后就慢慢的睁开了眼睛。那么开心的阿勇就从她身上爬了下来，穿上衣服。阿勇就准备把这个好消息告诉他的父母了。可是啊，这个时候女孩突然间就抓住了他的手啊，还一直在那边摇头。过不久，女孩就撑着那个微弱的身体爬了起来，然后就用很微弱的声音跟阿勇讲：“大哥，你有没有电话？赶快打电话报警。”这个时候阿勇就愣了一下，啊，什么情况？原来啊，你还不是这个乡下的人啊，她是一个富豪的千金。前几天她就被人绑架到来这里。有一次，这个女孩就趁他们不注意的时候就逃跑，过后就被人用一根木棍朝她的头打了一下。这一打，竟然把这个女孩打得半死哦。呼吸虽然是停止了，全身也不可以动，可是耳朵却还听得到。这个时候，女孩其实就听到那些坏人啊，其实就是要找一个人过去跟她发生关系，然后再把这个女孩的死推在她身上。这个时候，阿勇就看着一丝不苟的女孩，对不起，女孩就害羞的捂着身体，然后女孩就讲：“虽然我昏迷全身不可以动，但是我的意识是清醒的。阿勇救她的事情，她是可以感受得到的。”女孩就讲：“我感谢你都来不及了，哪里会怪你啊？”这个时候，阿勇就想了想，刚才进来的时候，他的电话就被这个假岳父没收了。假岳父就讲怕他偷拍女儿照片，所以就没收了。没有手机不可以报警，这样子怎样办呢？就在这个时候，门口就传来了敲门声。假岳父就开口问道：“阿勇，你弄完了没有？这么久了，这么没有声音了。”这个时候，阿勇就紧张的让女孩快点躺下去，然后就拿那个枕头把她的头盖起来。然后呢，阿勇就打开一点点的门缝，没有看到岳父哦，反而看到老同学就站在那边。
老同学这个时候就竖起了大拇指。阿勇，以前我就知道你很勇，想不到你竟然这么勇。这个时候阿勇就奇怪地问：这个女孩子不是你亲戚咩？怎么感觉你很像很高兴这样子的？这个时候老同学瞬间就变脸了，他就讲：什么亲戚？不要乱讲哦！我只是听讲这里发生了这样的事情，因为对死人下不去手，突然就想到你，想着赚一点点中介费罢了。阿勇就想着不是亲戚就还好。这个时候阿勇就想着拖延时间来想一下办法了，于是他就跟老同学讲：我今年都35岁了咯，不瞒你讲啊，我其实还是老处男。过了今天啊，我这辈子都估计没有机会碰到女子了咯。所以呢，我今晚是不打算睡觉了啦。话一讲完，阿勇就关上门了。然后老同学就竖着大拇指，用那个看变态的眼神盯着阿勇看，直到门被慢慢的关上。关上门过后呢，阿勇就和女孩子商量要怎样逃跑啦。这里3层楼那么高，跳下去也不可以。女孩又没有衣服，又没有鞋子，怎样办呢？这个时候，阿勇就想像电影样子，把那些窗帘啊、床单啊绑起来，然后就爬下去。这个时候，女孩子就讲：哎，哪里可以？如果他们坐在1楼呢，怎样办呢？不是打草惊蛇了？这个时候，女孩子就想到了一个很好的办法。这个办法对其他人不一定有效，但是对于做贼心虚的人肯定有效。于是当天凌晨4点，阿勇就跟着计划偷偷的溜出去，然后就找到电闸，啪的一声，整间屋子漆黑一片。随后就是在3楼传来一阵撕心裂肺的叫声，而阿勇也配合了在那边喊着：有鬼呀，快点跑啊！鬼呀，快点跑啊！这一招果然有用哦。楼下的人一听啊，鸡飞狗走的，不到1分钟跑到一个都不剩。过后阿勇就背着女孩跑到村口的警察局报警了。那么最后这些坏人当然就是被警察抓走了啦。所以啊，有些奇怪的习俗很可能只是为了掩盖这些罪犯的借口罢了。今天就讲到这里了。如果觉得故事不错的话，记得点个免费的赞支持支持啊！拜拜，我们下期见。